如果你发不出工资，他们还愿不愿意继续为你工作？楼下的办公室，如果你交不起租金，你还能不能继续办公？只剩下我跟卢卡，是远远不够的。魔晶的草创年代已经过去了，不会再有奇迹了。我的生命里就一直有奇迹发生。我当初一无所有，我两手空空骑自行车去的西藏，然后我们在那里共同创造了魔晶。现在魔晶市值2亿美金。我不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只有你的名片，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分开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奇迹是什么？没有奇迹的人生太他妈无聊了。信念，你不能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你这样只会成为所有人的敌人，最后伤害到你自己。我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。喂，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对的，但我真的不甘心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那怎么办？我爱你。谢谢你理解我。你别着急说我爱你，等到你的世界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，再说不迟。郭新年，真的，魔晶都成了你的鸡蛋壳了。如果你自己不努力挣扎着出去，没人能帮得了你。我懂。晚安。晚安。这些天忙死了，马上就要婚礼了，好多事儿都没安排呢。老大偏偏这时候请客，他请客，他还迟到。这顿饭不好吃，我怕是鸿门宴。来了，麻烦把门关一下，谢谢。一个个做这么整齐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我刚才
去买了一些特别棒的海鲜，交给后厨，你们就等着尝鲜吧。我本来啊是说咱们坐在外头吃多好啊，你看看外头这风景，如诗如画的，就这天气，太不争气。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各位，咱们趁着这吃饭前的这点时间，聊点正事儿。我知道，你们最近都在忙着卖股份。我这几天心里也是特别不痛快，所以我希望咱们大家能不能像以前一样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咱们都能够坐下来，敞开心扉，把这事儿聊清楚。咱们一直以来不都挺好的吗？而且我也知道，卖股份，那是你们自己的权利。我就是希望，能不能优先卖给公司？而且，即便你们卖股份，是不是也事先应该跟我说一声？你说我老在外头听到别人说你们要卖股份，卖股份，我这心里就是特别不是滋味儿。郭新年，你是说股份要优先卖给公司是吗？是。那好，管财务的杨洋洋也正好在这儿，我跟徐佳莹的股份明天就办手续，我们俩33%的股份全都卖给公司。你怎么卖给公司啊？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？公司账面上有多少钱，你不知道啊？支付我跟卢卡那6%都不够。郭新年，你听见了吗？要不这样，高迪，你把你的股份卖给我个人，我自己想办法去筹钱。你要弄清楚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我的股份、徐佳莹的股份、杨洋洋和卢卡的股份，还有温迪的股份，你都要买下来，一共8800万美金。你到哪儿筹去？到哪儿借去？李奔腾跟我说过，他要我六亲不认。我做不到，所以我永远也成为不了李奔腾。这样，郭新年，如果你还有什么办法，你现在就说出来。如果真的有办法，我们还是可以齐心协力的。你不能六亲不认，我们也不能六亲不认。我和卢卡每天在拼命，我们没日没夜的在想办法，就是为了能融到 B 轮融资。你们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？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，都得一步一步一步去实现。
位，我求你们了，我求你们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？这不是时间问题，这是认识问题。我知道这么说很残酷，但是既然今天大家都把话说开了，我告诉你，魔晶的故事已经结束了，就是这样的。郭新年，我不想骗你。都很恨我吧？我们不恨你，我们大家都非常尊重你。但是归根到底，你和我们不是一种人。说实话，我们真的考虑过了，只卖一部分股份，保有你的控股权和大股东地位。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难，但是我们真的努力过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接着去争取 B 轮融资。希望你能成功，然后一次性把我们都清出去，大家还是好朋友。非常谢谢你们，非常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。但我买过了，你们好好吃。如海啊，我们俩也坐过牢。按理说我心肠够硬的，我没想到啊，会有一天我还到这个地方来接我儿子，心里不是滋味儿。怎么才来啊？都忙什么去了？劳驾各位交下手机。
跟着李总没错，可是咱们现在已经稳定了呀。但是我们得继续发展啊，不能光看眼下。这太为难了。写啊，投个票很难吗？你别说啊，投票容易，但是你说这么大的事情，他能轻易决定吗？啊？对，也不是开玩笑，得给我们时间考虑。需要时间再考虑考虑，好不好？各位大爷，各位总，里边那5位已经3天2夜了，加起来没睡够10个小时，都发了誓，不说明白谁都不出来。你们再考虑3天，那咱们直接打120收尸算了。就说到这个。朋友，过来吃吧，这边菜多。给我抓菜。大家来点。慢慢吃，吃完了就去休息。今天咱们放假，不干了。李奔腾那边估计会还没开完，但是也快，可能明天或者今天晚上就能有个结果。也别明天或者今天晚上了，你先把手机发给我们吧。对呀，是啊，手机给我们吧，家里人找我们，怎么又跟我要手机？咱不说好了的吗？你说你当着这么多人面跟我要手机，我不给你，你不尴尬吗？我给了你，我不尴尬吗？你是得尴尬，没你这么办事儿的。主子倒了呗。从我来那天，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特别不靠谱。反正我也是请假来的，分分钟可以离开。肉呀，我说几句啊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好心，你也很有上进心。可是兄弟，有些个事儿不是你能左右得了的呀。他们这么大一个公司，股份制，好多事情都是需要董事会去解决。李奔腾他能力再大，他能跨过董事会吗？这么多人，咱们就是当小妾，咱们也得明媒正娶吧。这么多人，被一个孩子坑到这鸟不下蛋的地方了。我是越想越不靠谱，换我是麒麟的股东，我也不会同意。那这样吧，罗伟，我辞职吧。嘛呀？刚来的时候，你也没告诉大家伙会发生这种事情。现在大家都被控制了，这算什么呀？监禁？不，可没有人监禁你啊，没有人会限制你的人身自由，没有人干犯法的事儿，你可千万别瞎说。你说你要辞职，你以为你在哪儿啊？一个正经的企事业单位吗？你怎么不跟我要5险1金呢？咱们是一帮人说好了，一起到这儿来做一款伟大的软件，这眼看着就要成功了。你跟我说你要辞职，咱们是创业者，遇上什么情况都是应该的。行百里者半9十。我答应过你们，等这款软件做完了，我会给你们一大笔钱。我说到做到。我甚至想着，等这款软件做完了，我再给你们一笔奖金，一笔很大的奖金。现在李克跟我说，他要辞职了，可以，我答应你了。但是话我要说在前头，这款软件还没有做完，所以我1毛钱也不会给你。小毛，给李工安排车，送到渭城。那要是
我们不走的话，这事儿什么时候能解决？就不走了。李总，李总，他们把票写完了，不给我，还是想见一下你们5位。李总，票已经投出来了，但是什么结果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不过我们大家一致认为，不管什么样的结果，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。麒麟发展到今天不容易，为了麒麟的发展，为了麒麟的明天，我们希望你们彼此能够放下己见，各退一步，这样麒麟还是以前的麒麟。有结果了，在这里。麒麟不是靠退一步走到今天的，人生很短，认准目标了，就应该勇往直前。少爷，慢点儿，在里边待久了，不能吃太多，油腻的也不要吃太多，要不然容易拉肚子。你那些人呢？哪些人？花着我们家钱到办事的时候跑得干干净净的那些人。少爷，你别说话，我没问你。他是问我呢。那些人呢？那些人怎么了？谁在背后搞？我去查呀！我在里面待了那么多天，就没人问一声是吗？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？当然没有过去。没错，这事儿他过不去。处理不好，我是不会回香港的。你想回也回不去了，现在是取保阶段。你住在北京，随时等待公安审讯。吓唬我呢？老董跟我说过，我们第一次坐牢，年龄比你小。那段时间，在你生命里，像做了一场噩梦。5年、10年，一转眼过去了。5年、10年的概念是什么？知道吗？
如果你白手起家做生意，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公司了；如果你做学问、搞科研，已经是一个门类的专家了。哪怕你什么都不做，结婚生孩子，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你也变成了一个被人尊重的父亲。可在那儿，什么都没有。5年、10年，就这样消失了。我一辈子想做你啊，简单、干净，没有污点。你却偏偏想做我。老天真能捉弄人呐！我发过誓，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去，你也不会。你要想真变成我这样，我第一个杀了你。刚才财团总回来电话，问您的行程，什么时候能回去？你告诉他们，长安居大不易，我在这边还有事情要办。知道了，该办了。大家都留步啊！山高水长，咱们江湖再见啊！那个爱德华，你跟人家辛迪都已经结婚了啊，赶紧考虑下一代的问题。走了，让我们再送送吧。这样吧，临走之前呢，我再嘱咐你们一句话：一定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，千万别像我似的。感谢大家这些年一直对麒麟的支持。啊，走了。好了。记住了啊，麒麟永远是咱们的麒麟，加油！加油！保重啊，几位！记保重。1，根据董事会决议，王卫东、叶世光、赵欢、邵逸飞退出董事会，股份由公司优先回购。第2，根据董事会决议，罗伟所率领的研发团队不并入公司技术部。不并入。人吃饱了就不会跑太快，不许进来。3，重新整理各部门的升迁以及就职标准，尤其是升迁，不以就业年限作为参考，不能够贡献及分享创新性思维的，不作为重点升迁对象。4，技术部只保留基础维护团队，其他的人准备接手新的研发成果，做2次开发。5，成立宣传推广团队。6，招募电子商务、音乐网站编辑、影视网站编辑、电子金融会计师。其他的我想到了再告诉你。这些人是重新成立部门还是？并入研发中心，成立一支联合舰队。另外，补充社会各个阶层、各个行业的专家顾问，建立人才库。以上说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优先顺序，全部都要一起做。随时向我报告进度。就这样，去吧。好的。
哎，澳洲的别墅，给我留一套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。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此。不好意思，罗总，你没钱忙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你们什么意思呀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啊？忙，把牌收了，别玩了，干活。啊，什么意思呀？他们走了，说明事情解决了，没事了。干活。郭云先生，这就是大隐隐于市，您放心，在这里绝对安全。吴云先生您好。你好，坐。咱们长话短说啊。我还是担心李奔腾的人跟踪我。这是我给您带来的资料，语音识别系统和网络电话的，视频系统是网络电话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后面还有一些关于3维投射的设想。行了，你不用介绍了，回去我会仔细看。你就告诉我需要多少钱吧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网络电话的开发和应用，也许需要耗费巨资。也许是3年，也许是5年，但是我现在当务之急的是，我需要您马上给我一笔钱，把我买下来。我没听懂。魏云先生，是这样的，温迪也找你聊过，他们想把手里的股份卖给李奔腾，如果他们得逞的话，李奔腾就会控股魔晶，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所以郭新年现在需要一笔资金，去把其他股东手里的股份全都买下来。这样您明白了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出钱，去把其他股东手里的股份都买下来？不是您买下来，是我买下来，我来控股。但是我可以把网络电话的专利权先签给你。多少？40%。60。45，不能再高了。49，不要再讨价还价了。成交。好，那从现在起，网络电话的研发经费由我来出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在产品出来之前，不经我的允许，你们不能吸纳任何一个新的股东进来。我答应你。郭新年，你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李奔腾。没想到啊，他现在让我瞠目结舌，不光跟我平起平坐，我还得处处提防着他。这样的错误，我不会再犯了。还有纳兰，你草拟一份合同，咱们要签一个保密协议。我投资网络电话的事情，绝不能让李奔腾知道。我答应。你俩来，今天不是为了跟我比帅吧？你俩得替我挡酒，听见了吗？不能让我喝多啊！
没问题。卢卡，你今天真帅，你看我说吧。李总好。哎呦，李总，这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本来就开个玩笑，没想到温迪和高迪真把您给请来了，万分感谢您来做我们证婚人。你是最好的软件工程师，你邀请我当你的证婚人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哎呦，谢谢啊！哎，您坐。哎，等会儿。我怎么觉得你今儿哪儿有点不太对劲儿啊？嗯，我哪儿不对劲儿？没有手表啊，旧的，别嫌弃，送给你。哎，不行，这真不行，李总，这一个成熟的男人必须有一块手表。不是，这不合适啊，这嗨。关二爷灞桥挑袍听过吗？那是曹操的一番心意。他过五关斩六将，谁能拦得住他？他连袍子都收了，一块表算什么？但你手上好看，收着。太好看了，洋洋，你今天真漂亮，比平常白多了。啊？思雨，你这话我怎么听着好像说我平时很黑呀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我说错话了，今天你是女皇。新娘在哪儿啊？李总，好。大家好。李总，那个特别感谢您能来给我们当证婚人，特别激动，真的。不要客气，今天是你大喜之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示。这个呢有点俗，不过一点心意，我自个儿挑的啊。太漂亮了，李总，几克拉呀？啊，不够大吗？希望你会喜欢，戴上试试啊。谢谢，太感谢了。霍云先生，咖啡厅有位先生在等您。他没说他叫什么？没说。你们俩先把礼物送上去。好。我以为谁呢？没想到我们在这儿也能偶遇。我已经恭候大驾多时了。今天可是人家卢卡和杨的婚礼，你说你在这儿等我，这样不好吧？我担心你啊，你是那么爱财惜财的人，我担心你脑子一热，万一答应了别人什么，咱俩的事儿可就不好聊了。什么意思？我说的是郭新年呢。我劝你，兜里的现金支票就不要用了。你不能给他一点活路，他不能生存下去。你要这么干了，就是与我为敌。今天这栋楼里的都是我的，你等我吃完了再说，咱俩没必要自相残杀。我可不要吃你的魔镜。他就是个鸡肋，弃之可惜，食之无味。我要吃你的新软件。什么新软件？别演了，整个江湖都传开了，说你搞了一个秘密的基地组织。哼，听上去怎么那么像恐怖分子，还基地组织？我是想帮郭新年，我找了几乎所有的顶尖的软件工程师，可10有89电话都打不通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后来我终于搞明白了，原来他们都是被一个叫罗维的给勾搭走了。
你觉得罗伟这个人靠得住吗？他就是个3姓家奴，逮谁还谁，你摁得住他吗？他值得你信任。我打赌，他很快就会讹诈你。你以为你们几个股东把他压在办公室里羞辱一番，他会不怀恨在心？才怪！你监视我，你就不用吃惊。我只是以彼之道啊，还之彼身，彼此彼此。你说咱俩这样有意思吗？我们就不要互相拆台了，能不能以和为贵？我在今天的郭新年身上看到了当初的李奔腾，充满热情，充满理想，充满斗志。可惜啊，你现在退化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了。那我也是一个充满理想、充满热情、充满斗志的商人。在商言商，等到新软件出来，我亲自上门讨教，讨论关于股权分配的问题。这是我答应过你的。但是这件事情，我希望到此为止，不要再蔓延下去了。这还没到煽情的时候呢，不会又把我眼泪招下来吧？呀，你小时候怎么那么丑啊？你再说一遍。你跟我小时候完全没法，很好看，天生丽质。长抽。哎，这骑小马的这种照片我也有。有，看这大酒窝。哎，到我了！给你看我小时候，我跟你说，我可自豪了。水灵。长得真丑。你看还练武呢。长这样我就不跟你好。你长眼吗？你看这皮的，磨皮都磨成女。我没磨皮，我就这样。是不是？这是什么呀？他们拥有共同的事业，手挽手走上了人生幸福的殿堂。他们共同参与创造了魔晶，在一个团队里，他们互为依靠，共历风雨。这段 APP 视频，不，这段 APP 婚姻，将被他们几千万的用户共同见证。行了，别鼓掌！我怎么听这词儿写的跟陆凯跟郭新年似的呀？对啊，你几个意思啊？我是头一回编这种词儿，做这种片子，我尽力了。非常好，我跟你说，我太好了，我谢谢。他什么都听。不是，这郭新年怎么还不来啊？郭云先生，请留步。你没参加婚礼啊？我刚在上面找你呢，一直没见着你。你这是要走了？突然有点急事儿，需要回去处理。礼金我送了，心意到了。哎，您先别急着走。我就是想问你一下，上次我们找你聊的事儿，您做决定了吗？郭新年很着急。关于网络电话的设想，我认真看了，非常有创意，我也很激动。我甚至都觉得上一次金盆洗手就是个傻子。你说你有这么好的人才，应该早点介绍给我呀。我不会像李奔腾那样对他的。您说什么呢？我这不是已经介绍给你了吗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您做决定了吗？介绍的晚了点儿。什么意思？上一次啊，我有点情绪化，考虑的欠周全。您不会是又想变卦了吧？不是我要变卦，这实在是这几天啊，我都该去买打虫药了。这李奔腾啊，把探头都装到我肚子里来了。刚才我一进门就被他截胡，我想投资郭新年的事儿被他知道了。这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是严格遵守保密协议的。我知道，所以这件事情啊，
有些变化。什么变化？我不能因为郭新年一个人得罪了所有朋友。再说这个局早就定了，我掺和不好。你记着，郭新年是个天才。下一次如果他有别的创意，第一时间来找我，我会用我所有的力量，给他最好的条件，我保证。你们都说郭新年是天才，但为什么你们都伤害他？要是圣女真的能复活，他还会再被烧死一次。有时候世俗的力量是会烧死自己的兄人。郭新年太杰出了，他让有些人感到恐惧。请转达我对他的敬意。各位，快到现场，忙不过来了。够！不管郭新年来不来了，搂开杨洋走进现场。抱歉，我来吧。抱歉。真行，几点了？那个，我有几句话想在这儿跟大家说一说。就2分钟，耽误2分钟。郭新年，我第一次见卢卡，我在写一个程序代码，他过来看了一眼，跟我说：“哥们儿，你写错了，后缀写错了。”那会儿的程序代码的后缀多长啊，他看一眼就知道我写错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俩就在一起了。然后是2次创业，全是血本无归。但是卢卡仗义，不离不弃。创业小意思，咱们折不了。兄弟，记着，将来哥们儿再有钱了，咱俩还得一起干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做一款语音软件，这将是人类新的一种沟通方式，要不要一起干？明天没空，明天我得辞职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这是我第3次创业，还好。你们都赚着钱了。他们俩最开始是假结婚，我妈为我结婚准备了50万，我想的是可以先把这钱拿出来用用，比如说20万、30万这样的，就当成我进这个公司的股份，所以我决定结婚了。你要结婚了？跟谁啊？跟我。我也没想到，他们俩就生米煮成熟饭。我跟卢卡要是再这么下去，那不就成真的了吗？成真的也挺好啊。老大，早。什么情况？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。哎，你们俩有今天，是不是得感谢魔晶啊？
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只知道，我无论做任何事情，只要卢卡在我身边，我就从不回头。因为我知道卢卡在我身后，我心里特踏实。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。我这心里特别酸。因为我知道，卢卡不再属于我了。将来你和卢卡结婚的时候，我给你们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我还给你们当证婚人。而且我也知道，你们请了李奔腾来给你们当证婚人，应该的。我怕我一会儿喝多了失态，我就不参加你们的婚礼了。希望你们理解啊，我就在这儿提前祝你们幸福。老大，既然你说实话，我也不想骗你。我已经答应李奔腾了，魔晶一还我就上他那儿工作。你看，这是他送我的表。这是好事儿。祝你们幸福。我的铁磁哥们儿合伙人卢卡，绝对的电脑天才，写程序的一把好手，这是跟了我才走的正道。要是做黑客的话，那比斯诺登强。如果我们把这款软件研发出来了，它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音软件，它将是世界未来的潮流。我认为它是有魔力的，它是智慧和情感的结晶，所以我想叫它魔晶。你是我兄弟，什么时候我都沾你的光。我让你辞职你就辞职，2、3个月不发工资，吭都不吭一声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那是装不知道。自己还偷偷的帮我交公司的水电费，每天的午饭也是你跟杨洋买的。不用担心，我宁愿失去魔晶，也不会失去我兄弟的。我就总能梦见我在这写代码，那些代码在我心里就跟一行行的诗一样。没劲，那你以后就跟着我写。咱们俩写一辈子。你
人不如狗。无论你多穷，多落魄，就算经历了9981难，狗都不会抛弃你。舍不得吧？毕竟是我兄弟。郭新年，这样你就不对了。他又不是现在就跳槽，他是魔晶黄了才走。不是有句话吗？可与共患难，不能共安乐。他已经陪你共患难很久了，可以了。而且李奔腾那么赏识他，几十万的手表，说摘就摘。你不是说他是你兄弟吗？他有更好更大的平台，你为什么不能让他有更好的发展呢？这世界上的事儿都毁在女人手里，这一切都是杨洋洋干的。卢卡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耳根子软。自从他跟杨洋牙好上了，就3天2头跟我闹别扭。我最近已经很体谅他了，一过晚上12点我就让他回家，都是我自己在熬夜。真服了你了。李奔腾这事儿你什么时候说不行啊？你非得今天说？我不想骗他，忍不住。你是忍不住。老大今天肯定晚上又得出去喝大酒，又得到处撒酒疯，你就不能先让他消停2天呀？啊？我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办？没法办。老大不能养活咱们一辈子吧？你不是小孩了，你结婚了，你现在是有老婆有家的人。眼瞅着魔晶就要黄了，咱们要是不去李奔腾那儿，到时候咱们还重新送简历，重新面试，重新找工作去啊？可是咱们要是都走了，老大怎么办？以前卢卡可不这样。我刚离婚的时候，就卢卡那天陪着我，然后他跟我说：“老大，你真傻，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靠不住的。”咱们俩以后都别结婚了。
我们俩就学电脑。电脑多好啊，又能给你带来快乐，还能让你创造奇迹。怎么就变了呢？